尽管傻皇帝司马衷的子嗣全部都被残害了，尽管你司马囧装模作样的立了傻皇帝的侄子为太子，但是我们这些亲弟弟还在，你一个外人也敢分配蛋糕，也配当弟弟？于是真正的弟弟们开始纷纷站队，已经极度虚弱的朝堂再次划分为2个阵营，准备再来一次内斗。派系是这样划分的：齐王司马囧高高在上，于洛阳进宫内主持西进工作；成都王司马颖高风亮节地回到了自己的封国邺城；两面派河间王司马颙还是窝在自己的大本营关中；小年轻司马懿被留在了洛阳城，留在了司马囧的身边。司马懿在三王举义的时候也响应了司马囧的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是有着大义名分和是非观的。司马伦倒台之后呀，司马懿又因功被加封为辅军大将军，在金军里面领左军将军。同学们，当你看到某个人在我们西晋的禁军中有职务的时候，就要警惕了。司马懿曾经明确地表示，由司马囧辅政不行。他还在街上大声密谋，给弟弟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是武帝的天下，不是他们司马囧一脉的，希望成都王您到中央来主持朝政。实在听到司马懿这种可怕的言论，同行的人都惊恐万分，赶紧闭麦跑路。跟以往一样，就在朝廷两派逐渐站队暗暗斗争的时候，又有一个小人物跳出来，准备改变历史了。李涵本来是司马囧的人，但是在内部呢不招人待见，于是他决定赌一把，准备扳倒司马囧。反正这年头背叛已经很流行。李涵跑到镇守关中的司马颙处，给司马颙说，我有皇帝密诏，皇帝令你起兵诛杀司马囧。在眼下的西晋，你别说密诏了，就算你把傻皇帝司马衷搬到眼前来，也不见得有人听你的。但此时河间王司马颙竟然信了，并且开始准备发兵讨伐。其实啊，谁都知道这封密诏是假的，但司马颙却故意选择相信，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呀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个起兵的理由，找一个造反的借口。司马颙又开始传檄四方，说司马囧在朝廷里骄横专权，号召天下诸王起兵讨伐司马囧。年前咱们怎么结果的司马伦，现在就怎么结果司马囧。并且司马颙或许是为了分散司马囧的精力，又或许是想空手套白狼，又或许是想一石二鸟。他让禁军中的司马懿做内应，希望司马懿直接物理结束司马囧的辅政地位。简单来说，他想让司马囧和司马懿在皇宫里面首先火并，然后自己再来窃取果实。司马囧本来就很忌惮司马颖、司马懿这对兄弟，司马懿又一直对司马囧把持朝政很不爽，这么一挑逗，双方确实像司马颙设计的那样，二王又在进攻中火并起来了。永宁2年302年12月，司马懿带兵进攻，攻打司马囧的府邸，双方都给自己找了合法性。司马囧把邹虞藩扛出来说司马懿矫诏，司马懿没理他，说司马囧造反，谁敢帮司马囧，我夷他五族。事情的发展再次令人意外，司马囧的军事水平确实很囧，堂堂摄政王掌管洛阳全部军事力量，竟然被司马懿率领的几百人所打败。随后司马囧再次整合力量，二王在进攻城内大战3天3夜，结果司马囧再次打败，被司马懿活捉，拉到傻皇帝司马衷面前，宣布罪状，准备砍头。傻皇帝有点难过，他想要保下司马囧，可司马懿又不许。当左右把司马囧拉出门外斩首的时候，司马囧几次回头看傻皇帝，欲言又止。或许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只有这个被自己肆意欺负的傻皇帝，这个自己试图取而代之的傻堂兄弟，才真的没有想过要伤害他。随后司马囧在昌河门砍下脑袋，传首6军。那么推翻司马囧给西晋带来什么了呢？是进攻中42王的尸体多到收拾不过来，是司马囧及其党羽的全部夷3族，是3个较强的地方诸侯兵力被一次消耗1/3，也意味着朝廷力量的再一次被严重削弱。同时应当注意到，西晋的动荡程度和频次都在加剧。杨俊被诛杀到贾南风伏诛，时隔9年；从贾南风倒台到司马伦倒台，只隔了1年；而司马伦倒台到司马囧及其党羽覆灭，也只隔了1年。那么请问，下次动荡会时隔几年到来呢？司马囧被砍头了，大坏蛋伏法了，号召天下兵马进军秦王的把戏瞬间失去了合法性，只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如果你是司马颙，你会甘心吗？明明设计好了的，让司马懿跟司马囧火并，怎么司马懿又把司马囧拿下了呢？你拿下了中央，那我不白跑一趟了吗？而在朝廷主持工作的司马懿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跟太爷爷一样的名字，颇有一些手段。主持朝政之后，有鉴于自己初来乍到，很多工作不熟悉不了解，于是呢，司马懿把
把朝廷里的大小决策都送到邺城，给弟弟成都王司马颖、沈悦一起商量，群策群力，共同辅政。不管司马懿当前的举动是真的忠心奉国，还是像当年司马懿一样在装腔作势，有一点咱们必须承认，此时唯一有能力、有态度将八王之乱终结，并矫正西晋朝廷走向、收拾残破局的人，只有他了。可惜啊，西晋朝堂的外部条件已经凶残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新一轮的内斗厮杀再次来袭了。动手的还是两面派，河间王司马雍。在设计司马囧、司马懿火并没有成功之后，他又派了杀手暗杀司马懿，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恼羞成怒的司马雍抛弃了所有的伪装，联合在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共同起兵讨伐司马懿。理由还是一样的，司马懿是朝廷里的小人，我们要清君侧。那司马懿天天把文件送给成都王司马颖看，大小事情都跟他商量来着，司马颖会跟他翻脸吗？答案是不仅瞬间翻脸了，而且也学着司马雍派杀手暗杀司马懿。司马懿痛心疾首地给司马颖写信说，咱俩是兄弟啊，国家已经残破这个样子了，我们竟然还要分裂骨肉，拿着人命和国家去填补你的野心。随后司马颖、司马雍的大军合围了洛阳城，开始进攻。可怜的千年洛阳城要再一次落入地狱了。司马懿尽管只有破烂不堪的禁军队伍，但是指挥作战的水平确实很高超，坚守孤城，连续多次重挫司马雍、司马颖的联军。前线指挥官食人魔张方遇到司马懿也不好使了，曾经一战被消灭5000人，大败而归。张方作为司马雍部队的总指挥，认为自开战以来仅几个月就已经阵亡6-7万人了，觉得洛阳城应该打不下来了，于是有了想撤退回关中的心思。但是黑天鹅事件又发生了，司马懿被内部人抓了。欲知后事如何，我们放在下期吧。最后来一个阴暗小故事。当年皇后贾南风胡作非为，毒杀了唯一的继承太子司马昱，司马家的皇室宗亲愤慨异常，于是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荣发动4-3之夜政变，残酷清洗了贾后一党，随后用金屑酒毒死了贾南风。贾南风死前曾经自嘲道，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荣都是我养的狗，如今竟然被他们反杀了，真是报应。然而仅仅过了1年，当初一起反叛贾南风的司马伦、司马荣两位好兄弟又反目成仇了。老将士司马伦倒台之后，被押送到金庸城关押，在朝廷还没给司马伦宣判罪责的时候，好伙伴司马荣就跃跃欲试，上表朝廷建议杀光司马伦全家。后来朝廷果然响应了司马荣的建议，把司马伦及其子嗣、夫、妇、钱、许全部斩杀。司马伦的党羽许超、士乙、孙弼、谢旦、殷浑、张衡、吕和、孙毛、高岳等人全部斩杀。而2次背叛盟友的司马荣，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想听一个邪不胜正的故事啊？然而并没有。司马荣临终前做到了帝国官职的最高处，任太宰，兼任司徒，兼任皇室宗师。去世之后谥号为孝，受天下人敬仰膜拜。哎呀，你说从司马荣身上怎么没看到传说中的天道不爽，报应来袭呢？ OK， 拜拜。